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虚空上的冲击波光芒才渐渐的散去，空间的波荡依旧有着一丝起伏，但随着光芒的散去，那无数众人便是露出惊骇无比的目光。那无敌般存在的先天神掌，其上有着诸多的裂缝浮现，在下一刻，神掌上的裂缝变得越来越多，伴随着咔嚓一声，终于是化作星光点点，消失在空中。而萧炎的神怒幻虚莲也彻底的消失不见，空间中那一股炙热毁灭般的气息也彻底的被蒸发不见。看样子，刚刚神怒幻虚莲与先天神掌的碰撞下，两者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这一幕也是尽收众人的眼底，其中特别是4大古神和4尊之神，这8位皆是天元里界最高的守护战力。他们很明白先天神掌的可怕之处，他们皆是就算8位神器一起出手，怕也是无法对抗先天神掌的魔威。更没想到的是，萧炎竟然施展出这一恐怖的招式，将先天神掌所散发出来的魔威先焚烧殆尽，然后再利用白色火莲的破坏力，再将先天神掌击破。如此精准的配合打法，还真是令众人吃惊连连。有意思，你这神怒幻虚莲的确很强大，没想到就连本神的先天神掌也给破了。看来你炎帝才是本神的最大对手。先天神的声音非常的低沉，他实在没有想到，以第3序列神的力量，竟然能够施展如此可怕的招式。这里的先天神都有些意味深长起来。虽然五祖和墓主与炎帝齐名，不过前者的实力再准神境，如今与炎帝相比，恐怕萧炎早已经超越了灵动和沐尘。但是这种超越或许只是暂时的，毕竟灵动所主修的乃是祖符，而沐尘所主修的乃是原始法身，而这2种都是大咒中的神物之一。而且如果日后将这些神物本身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恐怕也不弱于神火。这也是先天神突破至第1序列神后，首次感觉到一丝能够让自己施展全力的最强对手了。对面这炎帝，先天神才知道炎帝还是当年的那个炎帝，竟然将言之一道的造诣领悟如此之深。就算是强如神火这等神物，竟然也是能够成功炼化。要知道，一些神器想到夺取神火都是极难的存在，更何况还成功炼化神火，这种事情更是极为的罕见。可是就算在极为罕见的事情，则都是发生在萧炎的身上。或许也就是这般异于常人的造诣，才让的炎帝之名在天元界越来越响亮，乃至于整个第2等级的世界也不为过。刚刚我就说过，今日我萧炎便要破了你这第1序列之位。一道平平无奇但又极具霸道的声音从萧炎的嘴中传出，而传入先天神耳朵里的时候，后者也并未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依旧无比的平静。或许就是这样，先天神才是更加的可怕。虽然你破了我的先天神掌，可是我还没有用全力，刚刚的攻击只是对你的试探而已。接下来我会让你知晓第1序列的恐怖之处。说着，先天神周身的魔气竟然比起上一秒提升了许多倍，而且魔气还能侵蚀人心。不过对于现在的萧炎来说，先天神就算再强大，萧炎也不会有一点惧之色，因为他可是令所有人都敬仰的炎帝啊。那么既然你有火莲，那么本神有魔莲。闻言，萧炎的眼皮都是一跳，似是感觉到有一股可怕的魔气正在酝酿着。旋即，先天神的双手之上便是有着黑色的第1神力在不断的凝聚。在察觉到先天神那双手上的黑色神力时，萧炎的灵魂都是微微一颤。此时先天神所施展的招式似乎比起之前强悍了许多。在看到先天神那双手用力一压的时候，竟然有一道100丈高大黑漆如墨的莲花，在这黑色莲花爪内个散发出非常诡异又恐怖的毁灭之力。而随着100丈高大的黑色莲花诞生，这片天地都是昏暗了下来，犹如是末日来临一般。这种景象令所有诸天强者都是莫名的恐惧起来，就连各大大尊以及4大古神、4尊之神都是眉头一皱，望着那100丈大的黑色魔莲时，竟有一种危险的气息。这种气息非常的难以对抗，如有不慎，就会被这股力量所吞噬。没有任何之人可以对抗住先天神的这一记魔莲之威。先天魔莲。先天神缓缓地吐出这几个字后，便是将那100丈大的黑色魔莲催动，直接径直地朝着萧炎位置暴掠而去。对面先天神的攻势，萧炎也不敢怠慢，毕竟对方可是货真价实的第1序列神，所以萧炎也没有选择地炎之火去对抗，而是依旧选择幻虚神火的力量来抵御先天神的一系列攻击。毕竟神火的力量是所有序列神都比较惧意的强大存在，所以萧炎借助着神火的威力，才能够与先天神达到抗衡的地步。究竟是你这先天魔莲厉害，还是我的炎神更恐怖？而这一次并不是催动地炎之火后施展的炎神，而是直接催动幻虚神火来施展炎神这等强大的底牌。真想看一看，利用幻虚神火催动炎神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新高度。萧炎心中喃喃道，将地体外的白色火焰尽数纳回体内，以自己的身躯为炉，神火化作火纹，凝结成精致的白色莲花。在莲花绽放之时，从中孕育出的一道4尺火影盘坐于白色的莲花中，火影头戴地冠，身披火炮，面目与萧炎一模一样。火影诞生时，整个混元天以及天元界的温度都开始无限的升高起来。先天神，这是我给你的大礼物，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得下。去吧，炎神。萧炎双眼一动，身上顿时爆发出可怕的气息，然后都是朝着那4尺火影笼罩而去。随着这一次催动的是神火，那火影居然从之前的3尺变成4尺，
看来随着炎神的力量再度强大后，那火影的体积也会跟着变大。固然你的这一招是很强大，但在第一序列神面前，一切都是虚无。先天魔莲的威力可不亚于你的炎神之威。先天神冷笑道，众多的目光可以看到虚空上那白色的4尺火影和黑色魔莲，以直线的速朝着各自方位急速掠来。也就在众人那震撼的目光中，萧炎的最强之力终于与那魔莲相互碰撞在了一起。这一次的相碰，直接在那空中掀起了一股恐怖无比的能量浪潮，而这浪潮直接席卷四周，不但是混元天受到了影响，就连其他天域也同样受到了这股能量浪高的波及。而这一道能量浪潮在席卷各大天域的时候，空间震颤，空气都被白色的火焰给燃烧殆尽。如此可怕的一幕，直接令得在场的无数强者都是张开了那难以置信的嘴巴。但是紧接着，那股可怕力量的冲击力越来越强大，混元天的空间也出现看崩塌的现象。但是出现崩塌，但是要不了多久，这些空间也会慢慢的愈合。混元天乃天元界最强一天，其中的天域意志极其强大，就算再强大的力量，虽然可以击碎空间，但是却是不能完全的毁灭。此前那另外被毁灭的天域，现在看似被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接下来的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的时间里，那个被毁灭的天域也会慢慢的恢复过来。这就是世界的奇妙。不过最核心的还是天元界的苍穹之心，只要苍穹之心不被抢夺，这方大界再怎么毁灭都会重新恢复如初，并不是永久性的毁灭。如果苍穹之心被夺走，那么这方大界才是真正的永久性毁灭。所以萧炎与先天神所施展的力量再强大，也只是暂时破坏空间片刻而已。虚空中被碰持续了片刻后，白色能量与黑色能量相互的交融，也就是在这种交融之下，可以清晰的看到那白色火焰此时竟然以肉眼看得到的情况下迅速的分解开去。看到这里，无数强者的面色便是巨变起来。萧炎的招式竟然被对方瓦解了，而反观先天神的招式依旧完美无瑕，没有受到一丝影响。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可以感受到下方诸天强者的举动，萧炎的面容平淡无比，并没有出现与其他强者震惊模样，当即伸出手臂，手掌对着先天魔莲所在的方向猛地一握，那一片的空间便是瞬间凝固起来，宛如最为坚固的牢笼一般。然后一道白色的光柱顿时从天际照射而下，将先天魔莲束缚在白色光柱之内。这一手以前萧炎倒是经常被境界修为高于他的强者这般对付，如今成神后的他也终于是能够享受这种举手投足间画地为牢的畅快感觉。虽然先天神比自身更强，不过对付他所施展的魔莲还是有自信的，毕竟在萧炎的空间里，他可以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魔莲散发出恐怖的力量，疯狂地攻击着那凝固的白色光柱上，可是这一次竟然令所有人都不敢置信起来，就连先天神的眼神都是微微一凝，因为他的先天魔莲竟然在那白色光柱之中同样渐渐地消融着。这一幕真是骇然无比，刚刚竟然连神怒幻虚莲都无法对抗先天魔莲一丝，然而现在竟然在萧炎这一招中瞬间击破了对方的攻势，这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不管是主宰者还是第三神以及第二神的吞吞，都是无比的震惊，能够做到这一般秒了先天神的攻势，毕竟也是超越第二序列之上的力量。可是他们依旧感知到萧炎还只是第三序列之神的气息，可是为什么可以做到这般效果？众人都是投射出疑惑好奇的目光，看向那天际的战场。先天神看到萧炎这一击光柱竟然能有如此的破坏力，实属有些疑惑。要知道先天神的实力乃是第一序列神，在这等神力的凝聚下，在天元界究竟还能有谁是他的对手？无一例外，没有任何一人。但是萧炎成神之后，似乎变得有些神秘诡异起来。虽然他只是第三序列神，可是刚刚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却是比肩第一序列神力，可又不是第一神力。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力量？炎帝，你确实与其他人不一样，在你的身上，我竟感觉到有一股令我都忌惮的力量，而且我似乎感觉到这片空间里，你可以肆无忌惮，可你明明只有第三序列神力，怎么可能与本神的第一序列神力对抗？说明你似乎动用了什么秘法。闻言，萧炎也是微微一惊，没想到竟然被先天神发现了一丝端倪。不过就算发现了一点也没有用，因为在这片空间中，萧炎就是主场。不过萧炎并没有与先天神多说什么，直接又是一抬手，又是一道光柱之下出现在先天神的正前方，然后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足足有4道白色光柱出现在先天神的前后左右4边，一股可怕的力量直接从光柱上散发，也就是这股恐怖的力量，令得先天神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到非常危险的气息。哼，就凭这10道光柱就想困住本神，怕是做梦！第一神力，给我破！瞬间，在先天神的前方出现4道黑色巨爪，燃烧朝着4道光柱狠狠地抓去。由第一神力所凝聚的巨爪，其威力无法想象的恐怖，其巨爪能够世界撕裂空间，并且带着极为可怕的魔气蔓延开来。然而就在4道巨爪快要轰击在白色光柱上的时候，突然这片空间竟是变得虚幻了一下，那4道白色光柱开始急速变大，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4道白色光柱合二为一，直接将那4道黑色巨爪和先天神全部笼罩在内。任何力量只要在这白色光柱之中，都会瞬间被瓦解。果不其然，
就连第一神力所凝聚出来的4道巨爪，也在白色光柱的笼罩之下，开始渐渐地被瓦解开去。这一幕又是惊呆了先天神。然而还没能他惊讶多久，一股可怕的炙热温度直接朝着先天神涌来。在这白色光柱之中，温度竟然高达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毫不夸张地说，世间万物在这其中都会瞬间被焚烧殆尽，并且还能够将序列神力给彻底的蒸发。这是什么力量？先天神也同样受到了波及，感觉自己体内的第一神力也正在快速的流出体外，瞬间被蒸发。不然就算自己如今成神，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这就是第一序列神的强大恐怖之处。可以看到，随着火纹明显起来后，光柱之中的毁灭力量也达到了临界点，疯狂的轰击在先天神的铠甲上，一道道巨响自铠甲上传出，带着猛烈的冲击力，直接令先天神后退了数百米。随着双方持续的对抗下，那坚固无比、防御力极强的铠甲竟然出现了一丝裂缝。先天神也是在第一时间感觉到一丝危险，自己身为第一序列神，竟然被第3序列神的炎帝逼到这种程度上，并且自己用第一神力所凝聚的防御铠甲，被光柱中那炙热高温和毁灭力量不断的轰击下，也开始无法招架。炎帝，你不要得意，本神不会败在你手里，你们所有人应该都会死在本神手里才是。既然第一序列神力无法击破你这光柱，那么我便用那股力量。先天神说完，收起第一神力。然而在他那双手诡异姿势的转变中，那原本红色的眼瞳竟然是变成了幽紫色。暗黑大帝，赐我力量。此话一出，萧炎的面色更是凝重了10分，因为这招式萧炎非常的熟悉，当年在对战天邪神、天主以及泰米古圣的时候，同样使出了这种招式。而一旦这种招式一出，就会获得一股暗黑的力量，那股力量无比的恐怖。难道说这些人都会暗黑系列的招式不成？还是说在这些人的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不仅萧炎这样想着，就连在疗伤的林动和沐尘也是如此。毕竟他们一路走来，早就发现在这些强大对手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究竟是什么秘密，谁也不知道。又是这一道暗黑力量，这股力量究竟来自于哪里？沐尘已经感受到一股无尽的暗黑力量正在朝着先天神汇聚而来，林动则是带着担忧之色望着萧炎，心中呢喃：萧兄，不知你能否抵抗住这一股暗黑的力量？而在白色光柱中的先天神，他样子有些狰狞，一双幽紫色的眼睛竟是射出一道紫色的光束，紫色光束直接冲上天际，不到片刻时间，紫色光芒便是在这片天地间照耀下来。随后在这道紫色的光芒之中，凝聚成了一尊巨大的法相，法相的样貌与先天神竟然是别无二致，犹如是本尊一般。随着法相的诞生，在其四周散发的无尽的暗黑力量，这应该不是什么法相，而是魔像。魔像的双手伸展开来，双目微闭着，犹如是一位灭世之神般的降临。暗黑魔像已成，就算你的力量再诡异强大，只要在暗黑魔像面前，无论什么力量都会被暗黑之力侵蚀。先天神说着，自己的身躯则是缓缓的上升，最后没入魔像的眉心中。随着先天神的融入，魔像竟是有了自己的灵智一般，身躯开始行动起来。魔像的魔脸则是非常渴望的望着这片浑圆天，心里想着，只要将眼前的这位炎帝击败，那么日后他便可以彻底的统治天元界，所有的诸天域将会由他掌控。所以现在有了暗黑力量，他就不相信还是无法冲破这光柱。魔像一出现，这片天地间竟然有着一道极其微弱的力量，而这股力量竟是能够侵蚀诸天域中的元气。暗黑天地掌。随着先天神的话音一落，巨大的魔像则是爆发出了无比惊人的暗黑力量。当即魔像睁开了双眼，犹如是活物一般，对着面前的空间挥出强大的一掌。这一掌的威力更是恐怖至极，在击出的瞬间，就连白色光柱都开始剧烈颤抖起来。此时萧炎感受到暗黑魔像的威力，眼神变得越来越凝重，因为他的第3神力已经消耗一大半了。可以想象，施展神火的神技则是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暗黑魔像的力量，就连幻虚神技都抵御不住，这究竟是什么力量，竟然能够对抗住幻虚神火的这道神技之力？萧炎望着那暗黑魔像的攻势，要不了多久将会彻底的击破光柱，到时候被先天神击破幻虚神火所创的幻虚空间，将会是一场极为不利的局面。在幻虚空间之中，萧炎可以在其中为所欲为，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可以对抗住第1序列之位的先天神。所有的力量在幻虚空间中都是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幻虚空间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存在，但又是真实的存在，虚虚假假，真真实实。无论什么东西进入幻虚空间中，都会没消磨殆尽，就连第1神力在其中也是如此。这就是幻虚神火的一道独门神技，名为幻虚神技。不过先天神施展暗黑魔像的力量后，就算是幻虚神技之力，也无法再困住如此恐怖诡异的暗黑力量。如果一旦被先天神破了幻虚光柱的话，那么整个幻虚空间也将会被摧毁，到时候就算是萧炎也不是先天神的对手。一旦萧炎这边落败，那么整个天元界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毁灭之灾，而诸天生灵也会惨遭先天神的毒手。当然萧炎也不可能会让先天神成功击破那道光柱。当即眼神开始变得冷厉，对着光柱内的暗黑魔像
施展自己强大招式，萧炎身躯上便是浮现出绚丽的火焰，四周瞬间也出现了火海，火海翻滚，萧炎立于其中，然后双手之上浮现出一道绚丽与一道白色的火焰，在萧炎那煮进灵魂的精准操控下，两种火焰达到了某一个平衡点后，当即双手一拍，地炎和幻虚便是开始相互间的融合，两种皆是可以毁灭天地的火焰，一旦融合，将会达到更加恐怖的层次。通过多种火焰相融，产生破坏力恐怖至极。这一招神怒火莲的威力，随着融合火焰种类越多，那么产生的火莲威力就会更强大、更恐怖。而现在萧炎则是利用地炎和幻虚两种火焰进行融合，而这样融合出来的火莲破坏力，更是足以惊天动地。随着萧炎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圣火融合神火的技能也是越来越容易。不到片刻的时间，一道炫白色的火莲便是诞生而出。火莲诞生时，幻虚空间中的温度再度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炙热的毁灭气息直冲那光柱之内。而萧炎见状，那道幻虚光柱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之时，扔出了自己手中的神怒火莲，火莲脱离而出，带着旋转的姿态，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下，神怒火莲成功的没入幻虚光柱中。下一刻，萧炎双手一握，光柱之中的神怒火莲顿时爆炸开来，巨大无比的响声直接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中，就连耳膜都被震碎了一般，整个混元天开始剧烈的震荡起来。虽然没有能量余波散发出来，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幻虚光柱内的那等恐怖破坏力，要不是有着幻虚光柱的抵御，恐怕整个混元天都被神怒火莲的惊人破坏力给毁灭，而且其中的爆炸声还在持续着。此时四大古神和四尊之神依旧没有松懈，虽然这一次萧炎施展的火莲很强大，不过也千万不要小看先天神，毕竟他乃是第一序列神，所以只要没看到先天神重创或者是陨落，诸天中的所有强者都是不敢掉以轻心。萧炎总指挥，加油啊，加油！突然一道道惊呼声响起，这些都是此前进入古元天参与诸天气运之争的强者，最后都跟随着萧炎总指挥一起携手破神吞化界阵。虽然他们很难以置信，3年前他们都还只是主宰者，3年后曾经那位安全感十足的萧炎总指挥也已经突破主宰境，晋升神止境，踏上了成神之路。这萧炎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啊！李颖等人都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与恭敬，这位来自下位面的萧炎竟然能够有着如此的惊人力量，就算是曾经元尊周元在第3序列之位的时候，也无法对抗第2序列之位的圣神，但是如今这位拥有第3序列之位的炎帝萧炎竟然可以抗衡第1序列之位的先天神，足以证明萧炎的天赋不比当年的元尊低。所以这位炎帝在未来在神之路上将会是一位惊艳绝伦的绝世传奇人物，同样会超越众多的神奇，达到不一样的神之高度。虚空上，萧炎悬空而立，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幻虚光柱中的情况，脸色并没有放松，甚至挂着久久不散的一丝凝重之色。或许其他人看不到其中的画面，而萧炎作为幻虚空间的主场人物，自然是能够洞穿其中。刚刚神怒火莲爆炸的力量的确无比恐怖，暗黑魔像也被火莲的威力给轰击，但是那暗黑魔像似乎比以往的所有对手所施展的都要厉害坚固很多。所以虽然火莲的力量击碎了暗黑魔像的一只手臂，可是这对先天神丝毫没有任何的影响，而火莲的破坏力则是渐渐的消散开去。那暗黑天地掌再度对着幻虚光柱狠狠地拍出，而这一次幻虚光柱再也抵御不住暗黑的力量轰击，竟然出现了肉眼看不见的裂缝。而先天神在第一时间便是察觉出这种异样，一声冷笑道：本神终于是要破了你的这道光柱了。虽然你刚刚的那道火莲很强，但是在第一神力以及暗黑力量面前，也是昙花一现罢了。给我破！随着先天神的话音落下，这道幻虚光柱终于是被那暗黑天地掌给击破。白色的光柱上竟是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洞口，洞口边的诸多裂缝也开始蔓延至整个光柱上，伴随着咔嚓一声，那幻虚光柱瞬间爆裂开去，最后化作无数星光，便是洒落在大地上。这一幕直接让诸天强者看着目瞪口呆，在如此强大的攻击下，先天神竟然还是没有受伤，唯一看到的是那暗黑魔像的手臂少了一只。怎么可能？刚刚那神怒火莲如此强大的破坏力，先天神竟然没有受到一点伤害。祖韬吞吞也被先天神出现的一幕而感到震惊，就算是吞吞去对抗神怒火莲，也都没有100%的把握不受一点伤害。在众人那惊骇的目光下，先天神借助着暗黑魔像踏空而行，缓缓地朝着萧炎一步一步走来，然后距离萧炎100米距离时停了下来。先天神森然地笑道：炎帝，不得不说你很让本神吃惊，如果你愿意顺从我可让你与本神平起平坐，如何？先天神竟然对萧炎还打起了拉拢的主意，如果萧炎被牢笼，恐怕将会是一个不敢想象的画面。但是作为炎帝，怎么可能会顺从先天神这等破坏世界的毁灭者？所以萧炎自然是果断地拒绝道：顺从你是不可能的，今日如果没有将你击败，那么我便与你激战到你击败为止。真是有趣，我已经看穿你的招式，只要将你这幻虚空间击破，就可以回到现实的世界中。你觉得以你那第3神的力量，还能与本神对抗？一道令萧炎有些震惊的声音传出，不过后者也并没有慌张，则是平静地开口道：没想到由幻虚神火所创的幻虚空间被你已经看破了，
虽然你击破了幻虚光柱，你以为我就没有其他方法与你对抗了吗？炎帝，你有几斤几两本，神会不知道吗？而且与你对战也不是第一次了，在大仙世界的时候，我就摸透你的路数了，你的所有招式我都了如指掌。先天神那极为自信的声音再次传出。不过这一次，要是没有暗黑力量的话，恐怕自己还真的会一直被困在幻虚空间里。这幻虚神火的神迹还真是令人揣摩不透，竟然连第一神力都能够轻易的化解。神火不愧是大咒神物。想到这里，先天神真想将萧炎的神火夺取过来，到时候自己的实力将会达到更高的高度，甚至可以超越当年元尊、祖龙还要强的强大存在。这也是先天神想要的结果。听到先天神的话语，萧炎并没有回答什么。此时他自己也明白自己施展了幻虚神技后，体内的第三神力消耗巨大，如果再施展下去，对自己根本没有好处。